很多人第一次看 Cloud Code 会以为它只是把 Cloud 放在 Terminal，但真正开始用之后，你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简单。它其实是一个 Agentic Coding Tool，意思不是它比较聪明，而是它会围绕一个任务连续行动，像读项目、找文件、提出计划、改写代码，必要时它还会交给不同的 agent 分工。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会用最实际的方式带你入门 Cloud Code，先从安装开始。根据 Anthropic 官方文档，可以使用 native install 的方式，只需要复制这行指令，粘贴到终端里运行它，就能开始安装。装好之后，进入项目目录，直接输入 Cloud。如果你是第一次启动，会要求你登录，这里我已经登录过了。接下来很多人会跳过，但其实非常关键的一步，使用 /init 的指令。客官方把 /init 定义成初始化项目，也就是帮你建立 Cloud 点 MD 这个文件很重要，因为它决定 Cloud 之后怎么理解你的项目。可以把常用指令、代码规范、目录结构、测试方式、命名习惯写进去，这样 Cloud 下次进来不用每次重新拆。如果你把 /init 用好，Cloud 的表现就会稳定很多，因为你给它设置的这个不是一次性的 prompt，而是一份持续存在的项目记录。第三个重点是权限，Cloud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官方文档里很明确，它的很多工具都受 permission 限制，像是它想使用 base、edit、write、webfetch 或者 websearch 这些，不可能需要权限。你也可以使用 permission 这个指令去看或者更新权限设置。你也可以使用 Shift 加 Tab 这个快捷键来切换这个权限模式。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这个 AI 放在开发环境，重点从来不是它能不能做，而是它可以做到哪里。我们又怎样控制风险？第四个重点是 context。Cloud Code 强不只是因为模型本身，而是因为它会把项目上下文慢慢建立起来。官方 memory 文档提到，它会读取不同级别的 .md，包括项目级、用户级以及组织级记忆。你也可以用 /memory 去查看或编辑这些记忆。这表示什么？表示你不是每次都从零开始。你可以告诉他这个 repo 用什么指令 build，测试在哪，团队 style 是什么，哪些模块不要碰。一旦 context 管理好，顾客的回答和改动会接近项目成员，而不是路过的 AI。在 context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200千的 token。当我们使用到95%左右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压缩重点，或者说它上下文越长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消耗更多的 token。所以当我们用到差不多60%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compact 来压缩这些重点。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当我们使用这个 /compact 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需要保留一些重点，不要被压缩。那如果聊到一半，上下文变乱了怎么办？我们就可以使用 rewind 这个指令。这段指令是当你发现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他已经跑偏了，信息太多或者重点不清楚，就不要硬聊下去。你可以先用 /compact 把重点压缩下来，或者直接 /clear 重新开始，或者你可以使用 /refine 指令把代码移回上一个 section，好像我们在用 Git 管理代码的时候，移回之前的代码。接下来讲 skill，在实际使用上，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成把重复出现的工作流程变成你自己的可复用能力。举个例子，如果你经常做 code review，就可以做一个 review 的 skill。如果你经常 release note，就可以做一个 release 的 skill。如果你经常测试失败，就可以做一个帮你 debug 的 skill。这些加起来其实就是你自己的 code skill。Cloud 官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叫 sub agent，他们是专门分工的 AI 助手。每个 agent 可以有自己的系统提示、工具权限以及独立的上下文窗口。你可以通过 /agent 指令来管理。比如，你可以做一个 code reviewer 的 agent，帮你去 review 你的代码，然后还可以再做一个 debug 的 agent，帮你去 debug 你的代码。这样一来，不同的任务会分配给更适合的 agent。官方特别提到 sub agent 有自己的独立上下文窗口，这有助于减少组对话的污染。换句话说，agent 不只是开多几个 AI，而是让复杂任务更有结构。最后一个重点，也是最能把 Cloud Code 拉到一个下一层的东西，就是 NCP。NCP 的全名是 Models Context Protocol。Anthropic 官方把它形成为 AI 界的 USDC，什么意思呢？意思是 Cloud Code 不只是读懂你本地代码，它还可以通过 NCP 接外部工具、资料源 API，例如 GitHub、Jira、Figma，或者你自己的 internal tools。
在 Cloudcode 里，你可以使用 /NCP 管理连接，也可以用像这样的指令去加 server。有了这些功能，Cloudcode 不只是会写代码而已，它可以接你真实工作的系统，而不是停留在德米勒对话里。所以，如果今天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 Cloudcode，我会说它真正的门槛不是安装，而是你有没有把它放进一个对的工作结构里。你已经了解了怎样去安装，使用 init、permission、context、refine、skill、agent、NCP。当这几块拼起来，你已经了解了 Cloudcode 的入门。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我会不定期更新关于 AI 和技术的内容。